这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专题，叫做直线与坐标轴所围成的三角形的问题。好，这个例题一呢，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例题2开始做。好，大家看一下这例题2啊。已知直线过点 P 4逗3，与 x 轴的正半轴和 y 轴的正半轴交于 A 点 B 啊，与 x 轴正半轴。我先画一个图，建立直角坐标系。点 P 的坐标1、2、3是1、2、3，点 P 的坐标是4逗3。经过点 P 做了一条直线，和 x 轴的正半轴、y 的正半轴相交。我把 x 轴加长一点 ，x 轴的正半轴交于点 A 和 y 轴的正半轴交于点 B。三角形 OAB 的面积最小的时候，让我求出直线 L 的方程。实际上，第一个问题啊，我们之前也见过。我们呢，再做一下啊。直线和 x 轴、y 轴相交，点 A 的坐标呢，我就设为 A 逗0；点 B 的坐标呢，我就设为0逗 B。显然，直线 AB 的方程，也就是 L 直线的方程，设 L 的方程为截距是 x 比 A 加上 y 比 B 等于1。由于这条直线经过了点 P， 而 P 的坐标我们还知道，所以呢，点 P 的坐标代入方程当中 ，A 分之4加上 B 分之3是等于1的，我们就得到了定值，和的定值。接下来看求三角形，因为我经过点 P 可以做无数条直线，那么直线做的不一样，得到的三角形面积的大小就不同。所以呢，我要求面积最小的时候，面积是什么呢 ？S 三角形 AOB 它等于1/2底乘高，底就是 A， 高就是 B。我要求面积的最小值，其实就是求 AB 的最小值。AB 的最小值显然使用均值不等式。A 分之4是一个正数 ，B 分之3也是个正数啊，因为A 和 B 都大于0，任何两个正数的和一定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俩的积 AB 分之12，它还等于1，所以呢1/2就大于等于12、3、4开出了一个2，4倍的根号下 AB 分之3，所以把4除过来1/8大于等于根号下 AB 分之3。两边一平方，64/1大于等于 AB 分之3，取倒数64小于等于1/3AB， 所以3、4、1、12， 3、6、1、18， 192小于等于 AB。那么 AB 都比192大，等于的时候，那就是 AB 的最小值，所以 AB最小值192，带到面积当中，所以此时面积最小就是1/2乘以192啊，2918，2612。我并不想求面积的最小值，我只是说，当面积取得最小值的时候，我要找那条直线的方程。其实呢，就是要等号存在的条件。什么时候等号存在呢？当且仅当 A 等于 B， 我在这儿用的均值，它是 A， 它是 B， 以后呢都是等价变形。当且仅当 A 分之4等于 B 分之3，再结合 A 分之4加上 B 分之3等于1，把它带进来 ，B 分之6等于1，那么 B 就等于6，B 等于6带到这里来。6分之3、1/2交叉相乘 ，A 等于8。当 B 等于6，A 等于8的时候，面积才取得最小值。那么此时 L 的方程
我们就得到了a 等于8b 等于6，带到这里边来，8分之a 等于6，a 等于8 b 等于6，8分之 x 加上6分之 y 是等于1的，然后化成一般式24，3x 加4y 减去24等于0，所以第一个问 3x 加4y 减去24等于0。第一个问这种类型题我们是见过的。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呢是求 PA 乘以 PB 的最小值，以及取得最小值的时候，这个 L 的方程既把最小值找到，也要找到 PA 乘以 PB 取得最小值的时候 L 的方程是什么。那么这道题我们怎么办呢？看图就知道一只斜率是存在的，那我们就设 L 直线的斜率为 k， 斜率存在是 L 直线的斜率为 k， 所以 L 直线的方程我们就可以用点斜式来表示， y 减3等于 k 倍的 x 减4，这就是直线 L 的方程。直线 L 的方程我们写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求出点 A 的坐标，也就是可以表示点 A 的坐标和表示点 B 的坐标。x 轴上的点纵坐标是0，所以我令 y 等于0，0减3等于 kx 减去4k， 把它移过来，4k 减3等于 kx， 所以横坐标 x 它等于 k 分之 4k 减3，点 A 的坐标我就求出来了。那么点 B 的坐标也一样，横坐标是0，x 取0，负 4k 移过去 ，y 就等于3减 4k。那么有的同学说，老师为什么要求点 A 和点 B 的坐标啊？因为我要表示 PA 呀，我要表示 PB 呀。题中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是原则。题中说什么你就表达什么。他提到 PA， 你看点 P 的坐标我们也知道，点 A 的坐标我们也表达完了，所以我现在就可以求 PA， 两点间距离公式点 A 的坐标呢，我变化一下，分离常数 k 分之 4k， 4减去 k 分之3都0，所以 PA x1 减 x2，x1 减 x2 括号的平方，4减它，4减4没有了 ，k 分之3括号的平方加上 y2 减 y1 括号的平方，所以 PA 它就等于 k 方分之9再加9。同样道理 ，PB 呢我们也能求，因为两个点的坐标我们都知道了。横坐标之差4减0的平方，加上纵坐标之差3减3没有了，4k 的平方，所以我们得到的是16加上16倍的 k 方。题中说 PA 乘以 PB， 题中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显然呢就是可以提出来的它们俩的公因数，它就变成 k 方加1，9开出来就变3倍的根号下 k 方加1。下边的这个式子16是公因数提出来1加 k 方，所以它是4倍的根号下1加 k 方。它们俩相乘12倍的，两个根号相乘，我们可以把倍开方数相乘。k 方分之1加1乘以1加 k 方，所以它就等于12倍的很明显即将出现倒数的形式，那么
使用均值就可以了。它们俩相乘是 k 方分之一，它们俩相乘是1再加1再加上 k 方，就等于12倍的根号下2加上 k 方再加上 k 方分之一。我要求它们俩积的最什么值啊？要求它们俩积的最小值，其他的这都是定值，只需要求它的最小值。好，我可以在旁边来求，因为 k 方加上 k 方分之一，它是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俩的积是常数1，所以呢 k 方加上 k 方分之一，它的最小值就是2。它的最小值带进来，于是我们就得到 PA 乘以 PB 的最小值12倍的根号下2加2的4，是开出了一个2，所以它是24。那么什么时候取到的这个等号呢？什么时候才能取到这个最值呢？我们是在这儿应用的均值不等式，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等号存在的条件。当切近到 a 等于 b， 也就是 k 方等于 k 方分之一 ，k 的4次方等于1 ，k 的平方等于1，即 k 等于是要正1呢，还是要负1呢？k 等于正1，或者是 k 等于负1。我们看。我们是经过点 P 做的一条直线，和 x 轴的正半轴 y 的正半轴相交，显然倾斜角是钝角，也就是它的斜率是个负值 ，k 等于1，我们就设掉，我们要 k 等于负1。那么当它们俩的积取得最小值的时候，最小值我们已经求完了，此时 L 的方程我们也知道了，L 的方程是 y 减3等于负1倍的 x 减4，化成一般式x 移到左边加上 y， 这是减3加4移过来减7等于0，求得 L 直线的方程是 x 加 y 减7等于0。好，这道题呢，我们就算完了。我们的原则是题中说什么，我们就表达什么。好，下面我们再做一道题每道题呢，它都略微有一些不同。我们把这些常见的题型见过了之后，再遇到相关的题就能很快的做出来。好，先看上面的这道题。上面的这道题呢是这样的，已知直线 L 是个含有参数 k 的直线方程，它经过定点 P。第一个问，无论 k 取何值，直线 L 始终过第二象限。这种题呢，第一个问我们是见过的，无论它取何值，它代表任何一条直线，它都经过某一个象限，那就说明这条直线横过定点了。老师说过，只要它含有参数、含有字母，我们就考虑它是不是横过定点。如果它横过的定点总是在第二象限，那么这些条直线就一定是经过第二象限的，所以依然是考察横过定点。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非常熟练了 ，kx 减 y 加2加上3k 等于0。我们把含有 k 的式子结合到一块儿 ，x 加3加上2减 y 等于0，让 k 不起作用，它随便取值 ，x 加3等于0，任何一个实数乘以0，加上它等于0，2减 y 也等于0，所以我们马上就得到 x 是等于-3，y 是等于2的。那么这条直线横过2到-3这个点，-3到2这个点 ，x 是-3，y 是2，我们横过-3到2。
我们画一个直角坐标系，标一下坐标，-3到2，它恰好是落在第二象限。你经过第二象限上的点内的点，你去做直线，当然所有的直线一定是经过第二象限的。好，第一个问呢非常简单，我们就做完了。那么我们主要看一下第二个问，第二个问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第二个问我们怎么办呢？快速的读一下题，思考一下。第二个问，直线 L 交 x 轴的负半轴与点 A， 交 y 轴的正半轴与点 B。我们要画一下图。上一个问我们已经求完了，直线是横过定点的，直线横过-3到2、-1、-2、-3、1、2。直线是过这个点的，这个点呢，我们把它叫点 P， 经过它的直线和负半轴相交，和 y 轴的正半轴相交，好吧，那我们就随便的做一条直线，和 x 轴的负半轴交于点 A， 和 y 轴的正半轴交于点 B。现在让我们求的是当1/2 PA， 这是 PA 这个小线段，1/2 PA 加上1/3 PB， 这样一个式子取得最小值的时候，我们要求出 L 直线的方程。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提到求最值，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用均值。当我们用均值不等式的时候，就需要求和的最值，它们的极要定值；要求极的最值，它们的和要有定值。可是呢，我们没有定值啊，而且还是1/2 PA 加1/3 PB， 所以呢，我们就要改变策略，均值不等式大概不太好用了，怎么办呢？我就引入一个参数。引入一个角，直线它是有倾斜角的，大家看，这条经过点 P 的直线，它的倾斜角我们用阿尔法来表示，交 x 轴负半轴，交 y 的正半轴，显然这个倾斜角阿尔法它是个锐角，是大于0，小于2/派的。那么点 P 的横纵坐标我都知道，也就是经过点 P 向 x 轴做垂线。那么这个线段的长就是2，这是个直角三角形。经过点 P 向 y 轴做垂线，这个线段的长度它应该是3个单位长。两条平行线被第3条直线所截，那么这个角它呢也是阿尔法，这也是一个 RT 三角形那么我就可以引入这个阿尔法角的正弦和余弦来表达这个 PA 和 PB。在三角形 PA 我给它取个名字叫 M， 它叫 N。在 RT 三角形 PA M 当中sin 阿尔法它是对边比斜边，对边是 PM， 它等于2，比上斜边是 PA， 然后去分母 PA 倍的sin 阿尔法等于2，所以 PA 就等于sin 阿尔法分之2。同样道理，我再选择一个三角形，在 RT 三角形PBN 当中，cos 阿尔法为什么它我就找 cos 阿尔法？因为它邻边我知道邻边的长是3个单位嘛。
cos 阿尔法等于邻边比斜边山比上 PB。所以呢 ，PB 倍的 cos 阿尔法等于山，那么 PB 它就等于 cos 阿尔法分之3，所以我就把 PA 和 PB 都表达完了。题中说的是1/2 PA 1/3 PB， 那我就继续表示1/2倍的 PA， 它就等于给它乘以1/2 sin 阿尔法分之1。同样道理，1/3倍的 PB， 它就等于 cos 阿尔法分之1，左右两边乘以1/3。所以呢，2/1倍的 PA 加上1/3倍的 PB， 它就等于 sin 阿尔法分之1加上 cos 阿尔法分之1。这个式子我当然要给它通分，变成 sin 阿尔法加 cos 阿尔法，上边呢它是 cos 下边是 sin 阿尔法乘以 cos 阿尔法，而分子呢是 cos 阿尔法加上 sin 阿尔法。我们在学三角函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也经常求最值的。在一个式子当中，既有同一个阿尔法角的正弦和余弦的和，还有阿尔法角的正弦和余弦的极。那么这种式子要求最值，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什么来着？换元所以算到这儿呢，我就要换元了。我设 sin 阿尔法加上 cos 阿尔法，它等于 t。然后呢，给它左右两边一平方，平方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出它们俩的极。善一方加 cos 一方是1加上2倍的sin 阿尔法 cos 阿尔法等于 t 方，所以呢sin 阿尔法 cos 阿尔法就等于把1移过去，两边同时除以2，2t 方减1。于是呢，这个式子我们就把它变成了 t 除以2t 方减1，上下分子分母同时乘以2，变成2t除以 t 方减1，所以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得到这个式子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就不要让分子分母都有未知数，上下同时除以 t， 我们要把未知数都归结到分母这样的话呢，我们只需要考虑分母就可以了，所以它得到的是 t 减去 t 分之1。如果要是 t 加 t 分之1，分母就可以应用均值了，可是它是减，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函数，求值域的方式去找最值也行。现在的任务就是我要把 t 的范围找到。t 的范围怎么找呢？阿尔法的范围我们知道t 等于 sin 阿尔法加 cos 阿尔法，大家回忆一下，它是不是等于根号2倍的 sin 阿尔法加4/派？这是我们在学三角函数的时候曾经学的辅助角公式因为我在这儿写阿尔法是大于0小于2/派的，所以阿尔法加上4/派，它就大于4/派小于，它是2/4加1/4，这是3/3派。这样一个角，它的中边它是落在4/派和3/4之间，1/4、2/4、3/派，角在它们俩之间取值，那么它的正弦值呢？sin 阿尔法加上4/派，取4/派和3/3派的时候，它们的正弦值都等于2/2，在它们俩之间取值
正弦值就会变大，到这儿变到极致，所以正弦值就落在2/2根号2和1之间。那么它是大于等于2/2根号2，小于等于1，所以根号2倍的善因阿尔法加上4/4派，它就大于等于根号2乘以根号2， 22除以21，小于等于根号2。它是谁呢？它就是 t，t 是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根号2的，我们就把 t 的范围给找到了。大于1啊，这是开区间，这两条线是虚线，所以呢1它2/2根号2它取不到，只能是大于，所以这是大于，所以 t 是大于1，小于等于根号2，它是左开右闭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 t 的范围是大于1，小于等于根号2。我要想求这个式子它的最小值，我就需要求分母的最大值，然后我把分母拿出来，令 y 等于 t 减 t 分之1。很明显，这是个单调的函数啊。t 的取值越大，前面的这部分越大，分母越大，整个的值越小，减的越少 ，y 也越大，所以它是典型的单调递增的函数。那我要求整个这个式子的最小值，我其实就要求分母的最大值。既然它单调递增，什么时候最大呢？当 t 等于根号2的时候，我 y 等于t 等于根号2，y 就有最大值，最大值带进来，根号2减去根号1/2，根号2减去2/根号2，所以它是2/2倍的根号2减去2/根号2，就等于2/根号2。所以呢，我的这个代数是1/1倍的 PA 加上1/3倍的 PB， 它最小就等于我把分母的最大值带进去，2/根号2/2，2除以2/根号2乘以根号2/2，然后呢，我们再给它有理化，乘个根号2，乘个根号2，它俩约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2倍的根号2。那么这道题呀，和以往不一样了。以往呢，我们求出来的，我们都是使用均值不等式求最值，而这道题呢，我是引入了参数，把它转化成三角函数的形式，而且呢，这种既有它们的和又有它们的集，换元这个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类项题。好，最后我们就求出来它的最小值。那第二个问它是不仅要让我们求出它的最小值，而是说当它取得最小值的时候，我要求出 L 的方程。那你什么时候取到最小值的呀？当 t 等于根号2的时候t 等于根号2 ，t 是谁呢？ t 是它，也就是根号2倍的善因阿尔法加上4/4派，它等于根号2，善因阿尔法加上4/4派，它等于1。善因多少度等于1呢？90度。阿尔法加上4/4派等于2/4派，阿尔法等于4/4派的时候，这个代数式才取得最小值。所以此时 L 的方程为，我们看其的斜角是4/4派，那么这条直线的斜率就等于1，它还经过了-3到2这个点，所以它的方程是 y 减2等于1倍的
x 减负3x 加3，所以此时 L 的方程是 x 减 y 加5等于0。好，那么这道题啊和我们之前讲的有点不一样啊。也就是当我们到高2以后啊，好多知识它都有综合了。那么这道题呢，就是和三角函数综合的一个问题。我们再这一道题啊，看一下下边的这个题。